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家里的东西其实从数量上看并没有多到让人觉得夸张的地步，但只要你身处那个环境里，就是会觉得空间很乱很挤，好像永远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在推着你，怎么整理都整理不完。桌子上可能只是多出了几封没拆的信件和几个随手放下的杯子，柜子里塞满了一些你觉得总有一天会用到的各种零碎物品。时间一久，你会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仅是你的物理空间变得拥挤，连你大脑里的思绪也跟着变得混乱起来。很多人在生活中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深刻的事实，物品一旦开始在你的周围累积，它们所占据的绝对不仅仅是物理层面上的几平米空间，它们真正在疯狂吞噬的是你极其有限且珍贵的注意力。每一样多余的东西好像都在你的潜意识里占据了一小块位置，它们像后台运行的程序一样，不断消耗着你的心理电量。但只要有那么一天，你下定决心，真的花上一点时间，把家里彻底的毫不留情的整理一次，把那些不再需要的东西清扫出去，你就会发现一个极其明显且令人震惊的变化。不仅是空间变干净了，你的思绪也会跟着瞬间清晰起来。整个人的心情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大雨后的天空，慢慢变得安静且透明。那种卸下重担后轻松清爽的感觉，其实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形容，那是一种对自我生活掌控感的回归。今天想和大家深度聊聊，如何通过重新审视我们与物品的关系，来同时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与财务状况。当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些思考方式慢慢融入你的骨血，变成你下意识的习惯之后，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止你的生活空间开始变得越来越舒服，你甚至会发现自己的消费习惯、财务状态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跟着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有时候我们生活中真正需要去费心整理的，其实从来都不只是那个十几平米的房间，更深层次的还包括我们内心与物品与金钱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此刻你正看着这期视频，环顾四周也感受到了那种被杂物和无序生活包裹的轻微窒息感，那么恭喜你，觉察就是改变的开始。在进入更深度的探讨之前，不妨先动动手指订阅这个频道并点个赞，这不仅是对内容的认可，更是你决定开始重塑生活秩序的一个小小仪式。让我们先从整理这件事情本身的误区谈起。在日常生活中，有太多人会把整理当成一项一次性的充满仪式感的艰巨任务，这就好像是在期盼着某一天自己能够爆发出惊人的意志力，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把家里所有的角落全部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这件事情就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实际的生活运转规律，就会发现整理其实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与时间做朋友的过程。如果你的内心里还在期待找到某种神奇的捷径，希望施个魔法就能让家里从此永远井然有序，一尘不染，坦白说，这样的方法在物理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熵增定律告诉我们，事物总是自发地从有序走向无序，尤其是当你家里的常住人口比较多，每天的生活节奏又因为工作和社交变得比较忙碌的情况下，外部的物品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回流到你的空间里，让环境再次变乱，这几乎是很难完全避免的自然现象。所以比起去追求某一次耗尽体力的试图一次到位的大扫除，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更实际也更智慧的做法是替自己的生活建立一套可以低摩擦运行的固定的整理系统。建立系统远比依赖意志力可靠得多。例如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节奏，每个月安排一次时间不长但覆盖全面的简单整理，或者你可以采用很多人在实践中觉得非常熟悉且好用的3项整理术。这个方法的做法其实非常直观，不需要你有什么高超的收纳技巧，你只需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慢慢看，把视线所及的物品重新在脑海里检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准备3个箱子，分别用来放决定保留的、准备捐赠的，还有可以转售或丢弃的东西。这个方法本身没有任何复杂的逻辑，它能发挥奇效的重点其实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你能不能不带心理负担地长期持续地把它做下去。只要你慢慢把这种小动作养成习惯，你的生活空间自然而然就会维持在一个让人感觉比较舒服透气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你完全不需要去追求那种样板间一样永远完美的整洁，因为过度追求完美本身就会给你本就疲惫的生活带来新的压力，从而让你产生放弃的念头。
当整理不再是周末的一场噩梦，而是变成了一种有系统的生活习惯时，它就不再是一项令人感到疲惫不堪的大工程，而是像你每天洗脸刷牙一样，成为生活节奏里非常自然、毫不费力的一个环节。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极其简单，但其实对于维持秩序来说非常有效的小习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次到位原则。很多时候，我们去观察一个居家环境到底会不会变乱，核心的差别往往就出在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动作上。这个原则的做法其实没有任何门槛，简单来说就是只要你的手上拿起了某一样东西，就绝对不要顺手先把它暂放到别的地方。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当你想把地上的一本书或者一件衣服捡起来的时候，请你顺手就直接把它放回它原本应该在的位置，比如书架上或者衣柜里，千万不要想着我先丢到桌子上或椅子上，等会儿再收。这是一种极其隐蔽的思维惰性。既然你已经启动了身体，已经动手拿起了它，就请你一次性把这件事情做到位。这样做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你的问题不会只是被你从房间的一个角落挪到了另一个角落，你也不会给未来的自己留下那种稍后还要再重新整理一次的麻烦和心理负担。时间久了，你的大脑就会慢慢形成一种高效的神经回路，形成一种习惯，只要开始处理物品，就把事情做完整，形成闭环，而不是停留在那种差不多就好的敷衍状态。这个看起来甚至有些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其实如果在漫长的时间维度里积累下来，会为你个人的生活空间带来超乎想象的巨大改变。它培养的是你做事的果断力。接着，我们要谈一个在消费和理财领域非常经典的概念，叫做拿铁原则。不过，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探讨的，其实跟真正的咖啡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很多人在开始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谈到削减开销的时候，注意力常常会非常局限地放在那些日常的小额消耗型支出上，比如每天早上习惯买的一杯咖啡。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容易被我们忽略，并且在暗中疯狂吞噬我们财富的，往往是那些在家里慢慢累积的实体物品。你可以去看看你家里架子上那一件件当时看起来并不贵，觉得买来玩玩也无妨的小东西，买回来之后却几乎没有真正使用过。或者是那些摆在角落里显得很突兀的廉价家具，以及你衣柜里那些因为打折冲动买下，但其实只穿过一次就再也没碰过的衣服。如果你单独去看每一样东西，它们的标价好像都不算昂贵，甚至让你觉得这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开销。但是当这些物品的数量随着时间慢慢增加时，你把它们加在一起，那种浪费的总额往往会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有时候像一杯好喝的咖啡这样能够确确实实给你带来一天日常愉悦感的小开销，未必是你财务计划中最需要去苛刻削减的部分。真正需要你引起高度警觉的，其实是那些在你的空间里不断累积，占据了你的物理和心理空间，却几乎无法给你提供任何实际情绪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物品。它们不仅消耗了你当初买下它们的钱，现在还在持续消耗着你房屋的租金或房贷空间。顺着这个思路，接下来我们可以探讨一个非常有意思且能直接提升生活质感的概念，我们把它叫做最爱原则。当你身处自己的房间时，不妨先静下心来，问自己几个非常简单但直击灵魂的问题。现在你身上正穿着的这件外套，是不是你自己发自内心最喜欢的那一件？你衣柜里挂着的这件衬衫，是不是你每天早上最常想拿来穿，穿上最自信的那一件？再把目光放远一点，看看你身边常用的东西，你腿上的这条裤子，你手里正端着的咖啡杯，你每天用来记录生活的相机，甚至是你每天下班后都要瘫坐一会儿的客厅沙发，它们真的都让你感到100%的满意和愉悦吗？如果你在面对这些物品时，内心的答案其实并没有那么肯定，甚至觉得也就是凑合用吧，那你就真的可以重新思考，并为自己设定一个很简单的规则了。除非某样东西真的能让你一眼看中，真的能成为你生活中的最爱，否则就绝对不要太轻易的把辛苦赚来的钱花下去。这时候很多人的大脑里会开始冒出一个疑问，如果都买最爱的，那我生活到底需要多少个最爱才能运转？其实这个答案极其简单，你根本不需要很多，只要有几样你真正喜欢且常需要使用的，就已经完全足够了。我们可以拿衬衫来举个例子，因为这是日常穿着频率非常高的衣物，你确实需要有几件可以拿来轮替清洗。但这个最爱原则其实不仅仅是用来约束买衣服的，它是可以无限延伸到你生活中的各种物品上的。
与其你去买很多件材质一般、版型将就、穿几次就变形的便宜衣服，不如耐心一点，把钱攒下来，去认真挑选一件真正品质好、剪裁合体，可以长期使用并让你闪闪发光的物品。然后在心里给自己立下个很清楚的承诺，这件我最爱的外套，我不穿到它坏掉，就绝对不再轻易买新的。这个经过精挑细选的背包，我不背到它破损，就不去考虑更换。这个让我握着觉得很温润的杯子，只要它还能正常使用，我就一直把它留在我的桌子上。在表面上看起来，你去买那件高品质的最爱的东西，这样的选择未必是你当时能找到的最便宜的选项。但如果你能转换一下理财的思维，换一个角度，用每次使用成本这个概念来思考的话，最终得出的结果往往会完全不一样，甚至会颠覆你的消费观。假设一个杯子你花了30元买回来，因为你特别喜欢，你每天都用，总共用了300次，那么每次喝水时，这个杯子分摊到你头上的成本其实只有1毛钱。相反，如果你在路边随便买了一个只要10元的杯子，但因为不喜欢或者质量太差，用了几次就坏掉，或者被你扔进柜子里落灰，真正从长期算下来，那个10元的杯子反而让你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如果你能把目光放长远，从长远的生活轨迹来看，就算某样物品的价格在当下高出同类产品几倍，只要它是你真正发自内心喜欢，又具备足够耐用品质的物品，它在时间的魔法下，其实往往是更划算、更具性价比的选择。当你开始贯彻这个原则，让你生活中的东西慢慢减少，大浪淘沙般的只留下那些你真正喜欢，也在日常生活中真的会去频繁使用的物品时，你会发现你的物理空间会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和通透，而你的日常生活也会因为省去了大量在将就的物品中做选择的环节，而变得轻松许多。接着我要分享的还有一个在整理实操中极其实用的小方法，我们称之为一个原则。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大小不同，生活方式也千差万别，所以这个原则的具体标准你是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去灵活调整的。但它的核心概念其实非常简单粗暴，那就是替你生活中的每一类物品强行设定一个物理上的明确容量上限。例如，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你可以规定书房里的某一层层架专门就是用来放你的相机和镜头的，那么所有跟相机相关的设备就只能且必须放在这一层特定的层架里。只要你发现这个物理空间已经被塞满了，这其实就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信号，它代表着你拥有的这类物品数量其实已经足够应付你的爱好需求了。在这个架子清空出位置之前，你就不应该再购买任何新的相关物品。同样的限制做法，你也可以无缝应用在生活中的很多地方，例如家里的马克杯、厨房的餐具或是衣柜里的衣物。你可以替你的牛仔裤设定某一个抽屉作为存放的上限，只要这个抽屉被装满，连拉开都觉得费劲了，这就代表着裤子的数量其实早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你日常替换的需求。当你在生活中开始觉得东西放不下，开始迫切的需要买一个更大的衣柜，想要换一个带更大衣帽间的房子，甚至不得不在书桌旁多腾出第二个用来塞杂物的抽屉时，很多时候这种空间上的匮乏感其实并不是因为你的房子真的太小了，它是在通过环境向你发出强烈的提醒，你拥有的物品可能已经严重超出你真实生活的合理范围了。这时候请你务必把它当成一个极其重要的危险讯号，它在提醒你是时候回头去重新检视一下你现有的这些东西了。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定期去把那个塞满的杂物抽屉彻底清空，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重新在阳光下整理一次。或许你可以规定自己每半年做一次这样的深度检查，毫不留情的把那些其实早就不需要、一直没有用过，只是因为自己一直懒得处理，觉得扔了可惜而堆在里面的物品慢慢清理掉。在这个清断舍离的过程中，多少会让你感到有一点麻烦，甚至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不舍与拉扯。但是请相信，只要你长期把这个动作坚持下来，你会惊喜地发现，你的生活空间就像是做了一次深呼吸，而你日常做事的节奏其实都会跟着变得轻盈和轻松许多。接着我们可以来谈一个在清理杂物时非常有意思且能瞬间帮你理清思路的思维实验方法，叫做行李箱原则。当我们在面临搬家或者平时面对一堆杂物不知道该从何整理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在脑海里问自己一个极其极致的问题：如果今天家里发生了突发状况，或者我要马上背着一个背包出门去远行，我真正会带在身边少一样都不行的东西会有哪些？
当你用这个极其苛刻的生存标准去重新审视你目光所及的所有物品时，很多人往往会在一瞬间犹如醍醐灌顶，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身边有那么多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必要的东西。你都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个具体的情境，如果今天你准备跨国搬家，或者即将出发去进行一场为期1年的长途旅行，而且规则限制你只能带走10件、20件，甚至最多30件物品，你会怎么去挑选？当你在脑海里真的艰难地做出了这些选择之后，再睁开眼睛回头看看房间里剩下的那些堆积如山的东西，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开始在心里反问自己一个问题：既然他们连跟我走的资格都没有，那我当初到底是为什么还要花钱把他们买回来并留下他们呢？很多时候当你深究下去，留下他们的答案其实逃不出这4个字，这4个字就是以防万一。比如保留那些小了1号的衣服是以防我哪天体重改变瘦下来，保留那些奇奇怪怪的工具是以防某一天突然会需要修理某个特定的东西，保留那些花哨但不常穿的礼服是以防未来某个特殊场合刚好派得上用场。这些理由在当下听起来似乎都显得无比的合理，甚至带着一种未雨绸缪的智慧。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你家里的物品才会在暗中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于是人就在这种以防万一的潜意识恐慌中，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把大量其实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都几乎不会再拿出来使用的东西，安安稳稳地留在了自己宝贵的生存空间里。行李箱原则在我们思维深处真正想做的，其实就是帮我们像做外科手术一样，精准地找出那些在生活中真正不可或缺、真正被你强烈需要，而不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恐惧而想要的少数核心物品。当这部分最核心的东西被你清晰地找出来之后，它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变成你未来生活的一个全新的准入门槛和标准。从今以后，每当你逛街或者在网上看到某样心动的物品时，你可以非常简单地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城市去别的地方生活，我会愿意费力气带走它吗？很多人在现实中其实都有过类似的美妙体验。当我们要出门去旅行，行李箱里只带着少数几样经过精挑细选的必需品时，我们在旅途中的生活反而会变得特别轻松自在。你会发现身边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真正喜欢，也真正会高频使用的。你根本不需要再为每天面对一堆不知该如何挑选的杂物而分心和焦虑。那种简单清爽、对事物有绝对掌控感的感觉，其实绝不应该只存在于短暂的旅行里。只要你有意识的去筛选，你的日常生活其实也完全可以慢慢接近，甚至长久的保持在那样的理想状态。顺着清理的话题，接着还有一个逻辑极其简单，但其实在帮你下决定时非常有用的小规则，我们可以叫它遗忘原则。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去深处打开那个很久没动过的衣柜，或者翻开床底下的收纳箱，脑海里突然会冒出一句很惊讶的话：天哪，原来我还有这件衣服啊！甚至有些小物件是你为了找别的东西在翻箱倒柜整理抽屉时才突然发现的，你会惊呼，原来它一直还躲在这里。当你对某样物品产生这种完全遗忘的惊讶反应时，其实这往往就是潜意识在给你发送一个非常清楚的讯号，这件东西也许已经到了该被彻底处理掉的时候了。这个逻辑是不容辩驳的，因为如果一样东西已经在你的大脑里长时间没有被想起过，在现实中也几乎没有被你拿出来使用过，那这很大概率就代表着它早就已经不再属于你现在这个阶段的生活轨迹了。你的生活少了它，依然运转得非常完美。与其让它继续躺在你家黑暗的角落里，无声无息地占着你花高价买来或租来的空间，真的不如干脆一点，把它送给或者低价转给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让这件物品在别人的手里重新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在讨论了如何清理已有的物品之后，还有一个极其硬核且实际的方法，可以从源头上帮助很多人减少那种令人懊悔的冲动消费，那就是时间换算原则。如果你发现自己常常因为一时的情绪上头，或者被商家的营销手段蛊惑而冲动买东西，结果导致家里慢慢堆满了其实根本用不到的闲置物品，而且你也意识到这往往就是你家里杂乱无章的真正来源，那么在下一次你想掏出钱包之前，你就可以试着在脑海里重新计算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你自己真实的实际时薪。我们来举个非常简单也十分残酷的例子，假设你现在每个月账面上的收入是2万元，但你在这个城市里生存，其中房租这一项就要硬生生扣掉1万元。
表面上看起来，你用这2万元除以你工作的小时数，你的时薪大约是200元。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决定要花钱买个包，你可以先把这200元的时薪在心里打个对折，甚至更多。原因其实极其简单且骨感，你手里那真正可以由你自由支配去买包的200元，往往需要你先在公司里辛辛苦苦赚到400元，它才会出现。因为你赚到的那一半钱，在你收到工资的瞬间，甚至在之前就已经被房租、水电、煤气等这些为了维持基本生存的固定开销给强行占走了。有了这个概念，换句话说，当你在商场里轻松花掉那所谓自由的200元时，你在本质上其实等于是在用你在公司里受委屈、加班、耗费心血的2个小时的生命时间去跟商家交换。对很多背负着更多压力的成年人来说，如果把你每个月必须支付的所有账单都算进去，这个交换的数字甚至可能变成4个小时。因为你收入里的绝大部分其实早就被电话费、高昂的房贷、不得不还的车贷，以及各种保险等必要且无法逃避的支出给牢牢占据了。当你在脑海中完成这样残酷但真实的重新换算之后，你就很难再用那种轻松的语气对自己说，哎呀，没关系，大不了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把这花掉的200元赚回来了。因为这个世界的财务现实其实根本不是像你想的这样运作的。很多时候，你为了得到那一笔真正可以由你自由支配去满足欲望的钱，你可能需要付出2小时、4小时，甚至更长的多的工作时间去忍受枯燥与疲惫。所以在每一次你准备扫码付款的消费之前，你可以先停顿5秒钟，看着那件商品，在心里认真地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愿不愿意用我生命中确确实实的这一段漫长时间，用我这无法重来的一小部分宝贵人生，去交换眼前这件甚至不是必需品的东西？有时候经过深思熟虑，你的答案会是肯定的，因为那可能是你真正热爱，也是会长期去高频使用的优质物品。如果把它的价格平摊到未来的日子里，平均下来它每次给你带来愉悦的使用成本其实很低的。但在更多冲动消费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原本看似强烈的购买欲望，在时间生命的衡量下，其实根本就不值得你去付出。当你真正意识到今天晚上为了面子吃的一顿昂贵晚餐，喝的几杯并不好喝的酒，再加上回家路上在橱窗里随手买下的一件可能只会穿1次的衣服，它们加在一起可能需要你强忍着睡意多工作整整1天甚至更久的生命去填补时，你的很多消费决定在这一瞬间自然就会变得极度的理性。这个时间换算方法最大的作用和威力，其实这就是在用生命流逝的痛感，让人在把钱交出去之前保持绝对的清醒，从而有效避免在未来做出那些看到账单后才后悔莫及的选择。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还有一个在整理心理学上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概念，我们可以叫它过去式原则。你在大扫除时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东西之所以能在你家里一直安然无恙地被留下来，并不是因为它们现在还有用，其实仅仅只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你过去某段时光的某些情感，或者你在它们身上曾经投入过数量不小的金钱和时间。打个比方，像是在你人生的某段时间里，你突然对摄影、潜水或者滑雪非常热衷，那是一个你当时十分痴迷的兴趣。为了这个爱好，你毫不犹豫地买了不少昂贵的专业装备。但现实情况是，你实际上可能只去玩过寥寥几次。如今由于工作变动或兴趣转移，你早就不再接触这些活动了。然而当你看着角落里的这些落灰的装备时，却因为想到当初自己为了买它们花了不少的钱，所以心里一直觉得舍不得，总是找借口拖延着不去处理。但如果你能跳出局限，用一种冷峻的财务思维去审视，其实你当时买东西花掉的那些钱，在过去付款的那一刻就已经花掉了，那是沉没成本。你投入去研究这些爱好的那些时间，也早就随着岁月的流逝过去了。如果你在今天仅仅只是因为心里那种当时买的很贵的不甘心，或者万一以后我还想玩呢的无谓担心而继续把它们保留在家里，这在本质上等于是在让你过去的某一个决定一直在霸道地占据着你现在极其宝贵的生存空间。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些属于过去的残留物不仅是在物理上占着你实际的居住空间，它们更会在你的心里日复一日地留下某种隐形的精神负担。每当你看到它们，你体会到的可能不再是当初买下时的快乐，而是没能坚持下去的罪恶感，对浪费金钱的懊悔，或者脑子里不断冒出那种总有一天我应该还会再用到它的自我欺骗的想法。
与其让这些过去的东西一直堆在阴暗的角落里，持续吸走你的能量，真的不如干脆利落地把它们清理掉，替你现在的生活腾出更多呼吸的空间。就算这些曾经昂贵的装备最后挂在二手网站上，只能卖回极少的金额，那也比长期让它们堆积在那里贬值发霉更有实际意义。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生命的长河中都有过类似的情感体验，某段时间对某个人或某个嗜好非常投入，为此买了很多相关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热爱，但几年之后回头看，那些承载热爱的装备却一直悲凉地躺在角落里积灰。对于这种改变，其实你心里并没有什么好觉得羞愧的，因为人本来就是不断成长和变化的，我们的兴趣本来就会随着见识的增长而改变，生活的重心也会随着年龄和责任慢慢转移。在整理物品时，真正重要的核心理念是让身边的物品始终与你现在的真实生活状态保持同频一致。真正有资格被你留下来的，应该是那些完全适合你当下生活节奏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试图证明你过去模样的痕迹。最后，在这个关于整理与重塑的议题里，还有一件极其重要且直接决定你生活底色和安全感的事情，它跟金钱的借贷有着致命的关联。我要说的是，如果某样东西，不管是让你觉得很有面子的车子，让你看起来很光鲜的昂贵衣服，还是同事们都在谈论的一趟看似放松的度假旅行，只要它是你现在的经济实力所负担不起的，那就请你立刻停止幻想，暂时绝对不要去购买它。为什么这么绝对？因为负债，尤其是那些为了满足虚荣心和消费欲而产生的带着高利率的消费型债务，它在暗中给你生活带来的持续性压力，往往远远超过了你在借钱那一刻的想象。如果我们去看看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长期以来，金钱和债务问题一直都是导致家庭关系破裂、引发伴侣冲突最常见、最具破坏力的来源之一。债务这个恶魔，它不仅是在冷冰冰的数字上影响你的财务状况，它更会像毒药一样，全方位地腐蚀你的情绪状态与生活品质。当一个人的身上开始背负起沉重的债务时，他每天睁开眼感受到的压力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他不敢生病，不敢辞职，不敢对生活说不。所以对很多陷入过泥潭的人来说，拼尽全力去摆脱债务本身就已经是他们在当下人生阶段最重要的财务目标，没有之一。如果你静下心来仔细权衡，就会明白，如果某一样昂贵的物品或体验只能在当下给你带来几分钟的兴奋、几小时的快乐，甚至几天的短暂愉悦，但为了这份短暂，你却需要为此在未来背负起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长达几年的还款债务，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夜焦虑，那么用你的自由去换取物品的这种交换，其实是极其愚蠢且毫不值得的。在我们追求清爽生活的时候，你需要明白，真正需要你下狠心去清理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堆在家里角落的杂物，更是你信用卡账单上那些愚蠢的消费债务。同时，它也包括那些对你个人成长和真实生活并没有太多实际价值，却需要你用拼命加班、透支健康去换来的所谓好东西。当一个人长期在财务上为了过去的冲动消费而被迫承受当下的还款压力时，他的生活轨迹就很容易被债务这条无形的锁链牵制，失去对未来的选择权。正如那句极其古老但依然精准的真理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欠债的人往往会无可奈何地受制于他的债主。这里的债主不仅是银行，更是你被物欲绑架的人生。所以，与其让你本该充满无限可能的生活被这些沉重的财务负担死死绑住，不如在下一次做出任何一个可能会掏空钱包的消费决定之前，先深呼吸，让自己停一下，在脑海里好好想一想今天我们聊过的这些原则，竭尽全力去避免用你其实还没有真正拥有的钱去购买那些为了满足虚荣心但自己目前其实根本负担不起的东西。而当你在整理生活时，一旦发现身边现有的某些物理上或债务上的负担已经不再是生活所必须的时候，你也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愿意果断对他们放手，把属于你自己的能量收回来。好了，希望今天这些关于清理物品、审视消费的深度思考，能给此刻或许正被杂物和账单困扰的你，带来一点点拨云见日的清晰感。这就是今天这期视频想和大家倾心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今天我在屏幕这边讲的这些感悟确确实实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认知有那么一点点实质性的帮助和启发，那么我也非常欢迎你把这一期视频顺手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样在生活中感到迷茫、被物欲裹挟的朋友们。也许你的这次分享就是他们开启轻松生活的一个契机。最后别忘了去评论区留下你的告别物品，我们大家一起互相见证。期待我们在下一期视频里继续探讨如何活得更加清醒和自由。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